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弃并消除记忆的条件反射时，过去会改变，现在的自己也会改变，过去的自己所听到的声音也会改变，自身会变得更加自信和闪耀。这次我想介绍心理咨询师大岛信赖先生的《立刻改变无法整理的自己》这本书。首先我要说，这本书与书店里排列的大量关于整理技巧的书不同。本书充满了心理咨询师大岛先生特有的整理技巧。也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在讲什么，完全不明白。但相反的，也有许多人会觉得，尽管尝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，但读了这本书后却神奇地学会整理了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您不能整理好房间？第二，变成能整理的自己的方法。第三，利用暗示和无意识轻松整理的大岛式乐活方法。首先，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。如果您正在看这个视频，那么您可能对整理房间感到困扰。我时常也有这种困扰，所以我非常理解这种感觉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您为什么不能整理好房间。这不是因为您懒惰或者笨，原因之一是您的大脑平衡存在问题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一个人在计算、记忆和理解能力方面表现出色，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很聪明。这类人在智力测试中表现出语言智力的优势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一个人在拼图、优先级排序和处理工作方面表现出色，我们也会认为这个人很优秀。这类人具有较高的操作性智力。当这种智力平衡失调时，即使语言智力高，但如果操作性智力没有发展，那么就无法合理的排序和整理东西。作者在小时候就不擅长整理，被母亲批评为懒散，并被警告说将来会被社会嘲笑。当作者去成绩优异的朋友家时，总是看到他们的房间整洁有序，从而误以为自己因为笨所以无法整理好房间。然而，作者在成年后学习了心理学，逐渐明白自己不能整理房间，并不是因为懒惰和笨。动手智力未得到发展的人无法对事物进行优先排序，所以不能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东西。他们会觉得这个可能以后会用到，而舍不得丢掉，导致无法区分必要和不必要的物品。此外，去购物时，他们常常会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觉得这个也许也需要，结果是房间里的东西越来越多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大家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呢？这其实是智力平衡的问题。不管周围人怎么说，要合理确定优先顺序，都没有意义。动手智力未发展的人的大脑对这些建议会觉得莫名其妙。如果强迫这些人去做，他们可能会感到沮丧，甚至产生心理问题，所以需要注意。接下来，另一个不能整理的原因是自身免疫反应失控。自身免疫反应是指当您感冒时，身体认为感冒病毒对身体有害，因此努力排除病毒，通过发热、流鼻涕和打喷嚏来消灭病毒。这是因为免疫系统为了保护自己而做出的反应。但有时候，像花粉这种本来对身体无害的物质，免疫系统会误认为是有害的，导致免疫反应失控，出现发热、打喷嚏、流鼻涕等症状。这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的暴走。同样的，对于灰尘也是如此。如果免疫系统对灰尘反应过度，当您尝试清理房间时，会吸入灰尘，导致身体不适、疲劳，什么都不想做。免疫系统的暴走会攻击正常的体细胞，使您认为自己连一点点的清理工作都做不好，从而对正常细胞造成更多的伤害，使您更加疲倦。然后你会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愤怒，而这种愤怒又会进一步刺激免疫系统，陷入恶性循环。所以，不能整理房间有多种原因，并不是因为您笨或懒。了解自己不能整理的真正原因，这是变成能够整理的自己的第一步。接下来第2部分，我们将解释如何变成能整理的自己。变成能整理的方法有几个要点。今天我将从中挑选2个推荐的方法进行解释。
首先，第一个方法是接受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和过于认真是强迫性人格障碍的表现。作者也意识到自己有强迫性人格障碍。强迫性人格障碍的特点是无法把事情交给别人，顽固且无法妥协，因此他们不懂得变通，并且对自己的错误非常苛刻。如果您发现这些特点完美的符合自己，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坦然接受自己就是这样的。强迫性人格障碍是遗传特征。作者发现奇怪的是，一旦意识到自己是遗传性强迫性人格障碍，他就不再责备自己，并且变得能够整理了。当不知道这是遗传特征时，作者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多么糟糕的人，有时候甚至每分钟都在责备自己。基因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如果不断地对其进行责备，它就会被激活，导致基因特征更加明显。要想关闭这个开关，就需要尊重和爱自己，承认自己在拥有这些基因特征的情况下依然做得很好。这样做会使那些认真且强迫性的基因开关关闭，从而能够自由地行动，并且有效率地整理。此外，整理时推荐以适当的方式逐步积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房间会变得越来越简洁和舒适，这会进一步提高对自己的尊敬，使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基因开关关闭，并从不能整理的噩梦中解放出来，变成能整理的自己。的第二个方法是停止责备自己。仅仅是停止责备，就能让整理变得有趣。人类在不断责备自己时，能力就像被逐步减去，最终进入负数状态。常常听到有人被表扬后进步得更快，这正是因为这样会让人更自然地做到。责备自己越多，紧张的荷尔蒙就会分泌越多。持续的紧张会抑制那些让人感到快乐和有创造力的荷尔蒙的分泌。责备自己，导致紧张荷尔蒙的分泌越多，创造力荷尔蒙的分泌就会越被抑制，最终您就会陷入不知道该如何整理的状态。即使心里想要责备自己，也要切断这种思维。这样一来，大脑就会正常运作，您的行为就会逐步变得理想化。接下来第三部分，利用暗示和无意识轻松整理的大脑是乐活方法。这一部分充满了让那些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人实现改变的关键点，请反复观看并牢记于心。接下来将介绍的5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是用口头禅让房间变得整洁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可以打破自己不擅长整理的暗示。下面是作者的一个小故事。作者在学生时代真的很不会整理，而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给自己下了不能整理的暗示。小时候，当朋友对他说“您家里一定整理得很干净吧”时，他总会说“没有了，我们家其实很乱的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是因为害怕被朋友们嫉妒和排斥才这样说的，所以总是说自己不擅长整理。这句话成了暗示，使他真的变得不会整理。最终，不擅长整理成了他的口头禅，时刻给自己下暗示。为了解除这种暗示，可以采取相反的暗示方法。由于原本的口头禅源于强烈的嫉妒感，因此即使把口头禅改为“我喜欢整理”，只要背后仍然存在对嫉妒的恐惧，也无法真正实现整理。因此，必须解决根本原因——强烈的嫉妒。嫉妒通常是针对那些被认为是弱者，但却拥有优越东西的人。如果因为害怕嫉妒而一直扮演弱者角色，大脑会在某个时刻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。习得性无助是指从小被锁链绑住的大象，即使长大后有足够的力量挣脱锁链，但由于过去无法挣脱锁链的事实，会放弃尝试，依然被锁链束缚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长期给自己下“我不行”的暗示，最终即使能够行动，也会失去行动的能力。要从这种无助中解脱出来，可以在脑海中默念别人对我无所谓。人的大脑会与注意力集中的对象建立联系，通过网络传递不愉快的感觉。所以，当我们害怕嫉妒时，会注意到那些嫉妒我们的人，与他们建立联系。相反，如果我们称颂
对我无感的人，就会与那些对自己无感的人建立联系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害怕他人，摆脱了习得性无助，能够轻松地整理。请将别人对我无所谓作为您的口头禅，变化一定会显现出来。第二种方法是停止对必须整理的执念。当您思考如何整理却仍然无法整理时，可以试着在心中默念停止必须整理。停止必须整理意味着既不去思考整理的事情，也不实际努力去整理。这时，拥有高言语智能的人通常会认为不去想的话，事情就不会解决。但正因为开始这样思考，才导致动作智能无法跟上，从而无法整理。所以回到家时，在心中默念停止必须整理，这会暂时让您停止思考整理的事情，身体就会像自动驾驶一样开始动起来，可能会不自觉地捡起垃圾。这实际上是利用了逆向思维的技巧。为了说明这种逆向思维的技巧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有几个大人正努力将一头大牛赶进卡车，但无论怎么推，牛都不愿意进去。这时，一个小孩走过来说：“我能轻松把牛赶进去。”虽然大家有些怀疑，但还是想让他试试。小孩首先用力把牛的尾巴朝卡车的反方向拉，然后突然放手，牛自然就跑进了卡车。这就是逆向思维的技巧。回到整理的主题，必须整理的念头就像大人们努力推牛进卡车的状态。相反，若在心中反复默念停止必须整理，逆向思维就会发挥作用。最终你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整理，房间自然也会整洁起来。这就是逆向思维的妙处。无意识利用法轻松整理的大导师方法。第三种方法，无意识自动整理。这种方法非常简单，在醒来时，只需要在心中简单地想到今天的一天安排即可。即使这个想法不是特别清晰，只要有个大致的意向就可以了。之后，无意识就会自动开始整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去查看或写下这个无意识的日程安排，因为这会变成一种意识上的暗示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一种暗示，但对于那些对整理感到困难的人来说，意识到整理的事情通常会让他们陷入做不到的自我暗示中。因此，我们在醒来时给无意识下达一个自动完成整理的暗示，这样可以减少紧张激素的分泌，使整理变得更加轻松。第四种方法，关闭敏感雷达。这种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在脑海中默念关闭不快探测雷达的开关即可。当您对周围事物过于敏感时，会过度察觉他人的不快行为，导致内心一直无法摆脱不愉快的感觉。这样的话，不快探测雷达的灵敏度会不断提升，周围的人似乎都显得不愉快，从而让您感到越来越烦躁。当您带着这种情绪回到家时，您可能会对家里的环境挑剔不已，不断给自己找茬。如果您经常有这种感觉，可以尝试在脑中默念关闭不快探测雷达的开关。这样一来，你会发现以前即使在乘坐电车时，也只会注意到那些让您不悦的人，而现在你会开始注意到那些善意的行为，例如给座位的好心人。这样你会发现，回到家后，讨厌的事情不再浮现在您的脑海里，您的心情会变得更好，从而更容易进行整理，房间也会变得越来越整洁。关闭不快探测雷达后，您原本常处于焦虑和绝望中的感觉会被完全解除，您将能够轻松地丢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，享受自由和轻松的生活。第五种方法，解除束缚自己的暗示，在催眠状态下进行整理。最后一种方法是通过解除束缚自己的暗示，并在催眠状态下进行整理。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神秘，但其实非常有效。催眠本身并不危险，相反，平时我们对自己施加的做不到的暗示反而更具破坏性。催眠的作用就是解除这些强烈的自我暗示。方法很简单，选择一个你想要整理但一直做不到的时刻，然后设想自己处于无法整理的催眠状态下。也就是说，当您看到面前的物品时，处于这种状态是最容易影响到您的暗示的时机。
通常我们会给自己施加“我想整理房间，但做不到”的暗示，而这时您可以在头脑中默念在催眠状态下整理的暗示。奇妙的是，这种暗示会发挥出惊人的效果。你会发现自己在整理时变得更加顺利，仿佛一切变得轻而易举。作者曾经认为，对于那些没有实际进行过催眠治疗的人来说，这种方法可能有点难。然而，实际上确实有人通过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。这里有一个成功的案例：有一位女性来到作者那里咨询，她为自己无法打扫房间而感到苦恼。她对这种用自我催眠的暗示表示怀疑，甚至笑了出来，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有效。然而，当她第二次来访时，她却告诉作者，这种方法真的很有用。这位女性之前在打扫房间时，想象到如果有蟑螂出现，就会感到非常害怕，因此不能清理冰箱下方等地方。然而，当她尝试在催眠状态下进行自我暗示时，她开始无所畏惧地清洁那些以前觉得难以处理的地方。她用力擦拭，完全不再担心蟑螂和灰尘，清洁变得非常愉快。她甚至开始想继续打扫。这说明，通过自我催眠来打破自己的束缚，克服无法行动的状态，是非常有效的。大家怎么样呢？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方法真的能让您变得擅长整理吗？但其实这些方法不需要任何工具，只需进行这5种暗示和思考而已。既然如此，不妨将疑虑放在一边，试试看。如果效果不错，就可以继续坚持；如果效果不好，那就停止也没有关系。最后，作者想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声。作者从小就一直为无法整理而烦恼，通过克服这个问题，成功实现了从一个充满困扰的未来转变为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。作者希望大家也能体验到整理的神奇力量。整理不仅能帮助您解决过去的烦恼，有时还能让那些困扰您的问题突然消失。这实际上是改变过去的力量。相反，不整理东西的行为是为了不丧失记忆。过往的痛苦越深，物品上的记忆就越强烈。因为不整理东西，记忆不会轻易消退。这样的话，就会一直保持那些怨恨的情绪。然而，当您整理物品，记忆中那些被条件反射关联的物品从周围消失时，曾经的痛苦甚至会转变成美好的回忆。整理得越彻底，过去的烦恼也会慢慢消散。这不仅仅是让记忆退化，整理还有改变过去的效果。当您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弃时，消除了记忆中的条件反射，对过去的自己呼唤也会发生改变，进而使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和平和。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，利用这些智慧，将过去的自己从困扰中解放出来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。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